今天来给主人家修一条路。这条路呢不一样和以往修的，为什么我说它不一样呢？因为这个路呢是大挖机来挖的，打了很多的石头在这上面，没有用小挖机来修，大挖机打出来呢，然后没有修好就走了。那然后今天主人家找到我了，让我来把他家的这个路面给他整平整。现在朋友们可以看到啊，这路上全部都是大石头堆在那里，然后呢，我把大石头给主人家放在一边上，做了一个挡墙，然后再把边坡帮人家拍紧。现在这个大概的路面，朋友们可以看到已经修了出来。那我们就开着挖机，来回的给它碾压一下，这样的话，它这个路就会变得比较结实。那一小段路修完之后，咱们接着把这条路往山上修。因为这个路的话，修到山顶上，我们就基本上挖机就可以从山顶上开走。所以说我直接从山下往山顶修，它这个毛路是有的。像在我们贵州这边修山路呢，我一般都喜欢把路的大概的样子给它刨出来，外面高一点，里面低一点，这样的话，它这个路后期它就会变得非常的结实。开挖机这么多年，修山路修了那么多次。但是呢，修这样的山路呢，却是头一回，因为这是别人修剩下的路嘛。东家的要求呢，就是让我把这个路给他，把它修好，他的小轿车能够从这条路这里过。大家也可以看到，这个东家呢，也一直站在我的面前看，生怕我把路给他修得不好。但是我想说的是，东家大可不必担心这些，活的话基本上都在我的掌控当中。现在我们又把这一节路修来，连接好了刚才的那一节，然后继续开着挖机，无情的碾压，就是来回碾压，把它压紧。开挖机三大要领，首先咱们先挖，挖不平咱们就拍，拍不平咱们就压，对吧？实在压也压不平的话，只有锁车、锁门。下班了，这个活动啊也不是很多，我的话就是打算今天无论如何，就算是干到晚上，也要把这个活给它干完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在这里压路的时候，后面有几个人在那里烤火，那几个人是我的小表姐。我特意叫我的小表姐来，开着我的小50，等一下开回去。下班的时候，因为我又要开板车，又要开那个小50，属实搞不过来，所以说叫上我表姐来给我把车开回去。现在来到这个弯这里，这是一个回头弯吧。然后挖机屁股后面那些比较矮了，需要垫高起来，这样的话这个路面的话才会更好过，更好过车。路中间有个大树桩，这个大树桩的话肯定不能让它留在路中间，为什么呢？这样的话路以后久了之后就不行了。咱们把转弯这里大概的路面给它刨出来，刨出来了之后，该垫的垫一垫，该拍的拍一拍，这样的话这个路基本上的形状就大概差不多了。修山路附近的朋友们，如果说有想要修山路的，可以找小陶，因为呢小陶修山路还是比较专业的。现在这个路的大概形状已经全部搞出来了，大家也可以看到。我们现在把它随便拍一拍，因为它很多地方都是泡的，如果说直接压的话，它会不平，拍一下需要垫的地方垫一垫，这样的话压了之后它就非常的平了。就算是小轿车，它也可以好好的通过。就是说也不挂底盘。最后咱们继续开着这个挖机，来回的给东家碾压一下，这样的话这个路就非常非常的漂亮了。东家的小轿车再也不用停在山顶上面。干到这里，这个活基本上就快要完工了。东家呢有点怀疑我的水平，说晚上干活能不能看得见。我想说东家你不用担心。好了，这个活干到这里就差不多完工了，谢谢大家的观看。不知道大家对这个地方还有没有印象？上个月的时候，这位大哥找到我，让我开着我的挖机来帮他挖一下这块场地。当时呢，这块场地主人家正在叫人来砌挡墙，所以呢，上次来的时候，这个活也没有干得完，只干了一半，给主人家把树根还有竹根那些全部清理干净了。场地的话还是乱七八糟，没有平出来。
这次呢，主人家又找到我，让我来帮助他把这块场地挖好。上次没有做好挡墙，挖机的话可以直接就垫一下，直接爬着上去。这次做好了挡墙，反而不够宽，挖机过着的话也非常的危险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挖掘机的话只能从这边开上来，路也不够宽，所以没有办法，只能使用这个技巧，单边行走履带，这样的话才有惊无险的过来了。不过还是挺危险的，虽然我是单边履带啊，撑着就过来了，但是我心里面还在想，等一下回去的时候应该怎么办？不够宽撑过来的时候好撑过去的时候就没有那么好做了，因为撑过来的时候我把这边大概挖平了一下，另外一边的话也是土堆啊，有点不好做。这个问题咱们先不考虑，先给主人家把这个活先干着。这块场地大家可以猜一下，主人家用这块场地用来做什么？场地的高度比下面的挡墙高个40-50公分就可以了。场地上面这些多余的泥巴，主人家呢就让我往上面扔，把它堆到后面就可以了。但是我觉得如果单纯的堆到后面的话，它下雨天也会塌下来，反而呢也影响美观。随便堆在后面的话，反而也不好看。那主人家挖这块场地的粗心的话，就基本上作用不大。好了，我这样挖出来了之后，不知道朋友们有没有猜出来，这个主人家用这块场地拿来做什么？我在视频当中呢也不好给大家解释。反正后面的这些石头呢是风水，就算是松的也不能把它挖动。而且我在挖这块场地的时候，大家也可以看到这个大爷呢，也一直在这里盯着我看，就怕我把这块场地挖得不好了。所以大家明白这个场地以后会用来做什么了吧？好了，那块场地我们给主人家挖好了以后，就把挖机开出来。同样开出来的时候，也只能使用单边行走履带的办法，这样开过来。在路边呢，我也刨了一点泥巴垫下来，这样的话稍微会更安全一点。开过来的时候，其实说实话还是有点担心，毕竟的话也不是特别的安全。还好再次有惊无险的把挖机安全的开了下来，再把刚才撒到路上的这些多余的泥土给它甩到一边，把路面清出来。那这个活的话，挖到这样就结束了。最后大娘又来看了一下这块场地，这位大娘把场地看过了之后，她说我挖得很好，然后准备留我在这里吃晚饭。我给大娘说晚饭就不在这里吃了，结果大娘给我拿过来几瓶牛奶。大娘说我们把活干了，晚饭也不吃了就走，等一下路上的话回去会挨饿，然后就收下了大娘的几瓶牛奶。好了，现在咱们把挖机开上板车，就准备回去了。到最后，大家猜出来今天的活是干什么了吗？